好，我是智选车的皮君，我是智选车的丹丹，大家可以叫我们皮蛋组合不对，应该是蛋皮组合。拜托，你蛋皮也没比皮蛋好到哪里去吧？哎，没关系啊，今天咱们真正主角是咱们身后的这3台车。我皮某人今天在这里胆敢说一句话，但凡你预算15万左右想买一台插电混动 SUV， 咱们身后这3台车你大概率是绕不开了。哎，你这话说的可不严谨，你看我这不就绕开了吗？好家伙，主要现在深蓝 S7刚上市实在太火了，根本找不到车。所以呢，家人们，下次一定，下次一定啊！哼，果然男人的嘴骗人的鬼。好，说回正题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今天找来这3台车。首先是比亚迪最好卖的 SUV 宋 PLUS DM-i， 吉利的当红小生吉利银河 L7， 以及哈佛全村的希望，对，骁龙 Max。哎，你这个咋不是刚上的宋 PLUS 冠军版啊？哎，其实呢，宋 PLUS 冠军版它的动力系统就以110公里的版本来说，和现在老款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，反而是因为新款车型它加了一些配置之后变重了，然后整个0-100加速也变慢了，所以用老款的110公里版本来对比它们的话，反而是它更加的占优势，懂了吗？说吧，你收比亚迪多少钱？有的话分我点呗。还说钱的事儿呢？别说收钱了，咱们今天底粉不喷我就谢天谢地了。那还是要给大家做个自我保护声明今天找来这2台车，吉利的银河 L7以及哈佛的骁龙 Max， 它们俩都是不到1000公里的新车，而这辆宋 PLUS DM-i 呢是一个22年11月份产的，已经跑了2万多公里，还是个租车行的车，所以相对来说它的车况肯定没有这2部新车来的好的。所以各位底粉们手下留情啥项目搞得神秘兮兮的。其实这个项目咱们每天都会碰到，加速以及刹车。切。哎，不过这一次咱们要玩点不一样的了，我们要来验证2件事情。首先一个，大家都说开空调呢会让我们自己的车辆加速变慢。那首先我们这一次不开空调跑，然后再把风量调到最大，温度调到最低，来看看2者之间的加速成绩有多少的差距。第2件事呢，我们知道满载也会让我们的车加速变慢，所以这次我们先空车跑一下，再来我们把每辆车装载500公斤左右的配重，甚至已经超出了它的荷载质量，咱们再来测试加速，看看有多少的差距。那为了公平呢，我们保证这3台车每次测试时电量都在50%以上，全部选择运动模式之后，再用地板油去起步。每辆车每种工况跑5次，再取它的平均值，以此来减少误差。听起来有点意思，那刹车呢？准备咋测？哎，别急嘛，咱们一个个来，咱们女孩子要保持矜持。OK， 那现在我们第一次测试，把空调关掉，准备好吗？准备好了。怕快吗，小姐姐？走了，还好，冲吧！3、2、1，出发！其实感觉有点推背感，但是不多，但也不多。对，没错。已经100了吗？对，还挺快的。其实我觉得它起步的时候它油门会稍稍的顿那么一下，对，就没有那种一脚到底弹射的感觉。刚起步的时候比较弱，对，后期加速还好，后期还是可以。对。我终于能把空调开了，救命！我都快热晕了。我把空调调到最大，温度调到最低。真舒服。你干嘛？如果论脂肪含量的话，我比你还热。OK， 那我们现在空调开到最大，准备测试。3、2、1，出发！其实我觉得开空调之后，好像起步一瞬间顿得更加的厉害了一些。发动机的声音好像也更大了。是的，我记得以前我们家的老普桑，夏天开了空调之后上坡都上不去。那油门是已经踩到底了？踩到底了，踩发动机里了。哦，这个轮胎声音非常的响，打滑了是吧？而且我能感受到它变速箱是有换挡那么一瞬间的。对，它这个塑料比刚才那台车要快一些。还是打滑了？还是打滑？它不会爆胎吧？我觉得它这个动力其实起步的时候真的蛮强的，轮胎其实有点吃不住的。是的，没什么顿挫。
而且我觉得每一把都很明显啊，就是它80码时候会有一个换挡的动作，对，非常非常明显。好，来到最后一辆车了，骁龙，准备好了吗？好，走。确实有点东西，毕竟4驱。是的，它这个加速还是很快的。是啊，它这个真的是把你就是感觉往前踢一脚的感觉。是的，是有推背感的。对，其他2款前驱车型没法比的。反正今天这3台车，我觉得这辆骁龙 Max 应该整个加速体感是最强的，对的。咱们现在是把空调打开了，我觉得体感上好像还好，没什么太明显的。对，没有太大的影响，还是很快的。对。的加速测试，大家准备好了吗？准备是准备好了，但是我才100斤不到，再加4个大老爷们儿也凑不够半吨吧？那如果再加10个小老爷们儿呢？这沙袋看着这么小，能有多重啊？嘿，好家伙！场务一会儿搬沙袋事情就交给丹丹了，我先撤了，再见。哎，这个怎么这么重啊？这2天你不知道下雨吗？本来一个沙袋30斤，现在起码40斤了吧？所以这个还是妥妥交给汉子们来搬了。本来这里面10个沙袋呢，就是大概200公斤左右，再加上5个人，妥妥的半吨。其实它体感是比之前2部车要更加的强烈一些的，有没有感觉？它的动力还是不错的。在满载开空调的情况下，宋帕斯 DM-i 的动力劣势被放大，0-100加速成绩超过了10秒，而吉利银河 L7和哈弗双龙 Max 都只比空载慢了1秒左右。看来更大的动力储备像是银行里的存款，你可以不用，但它真的不能没有。屁屁啊，接下来是不是要做刹车测试了？我没猜错的话，应该也分空载和满载吧？那你猜猜，从100到0，空载和满载有多大区别呢？我盲猜10米吧，毕竟车的自重也有小2吨了。哎，猜没用，咱们得亲自测试。走吧，上车。走。走。开始。结束。
挺顿感觉挫的。轮胎响的还是挺厉害的。对的，已经有点头晕了。不行了，刹车冒烟了。嗯。刹车已经开始冒烟了，让它歇一会儿。歇一会儿，歇一会儿，我都闻到糊味了。是的，臭。我们先把这辆承受了不该承受的宋 Plus DMI 加速到100，做个测试。刹车，好，准备好了，来了，3、2、1。打扰了，这是我没想到的。我还以为它会刹得很慢。OK， 我们现在测吉利银鹤 L7 刹车的感受。好，3、2、1，100了，准备好，走。哎呀，不是很难受。对，其实我觉得它整个制动力释放的线性程度做的还是很好的。对的，它没有那种至少没有那种非常突兀顿那么一种感觉。是的。然后它整个 ABS 感受也不是特别弹脚，我觉得比宋 Plus DMI 舒服点。你觉得呢？是的。而且整个刹车信心确实也更加的足一些。OK， 我们现在准备满载的刹车测试啊，不知道现在成绩会怎样。马上100了，3、2、1，开始。哇，有点刹不住感觉。结束。40米整，我天哪！那现在我们要做它刹车的测试了。是的，有点期待。好，现在100了，我试一下。哇！哎，这个是刹车里面最猛的一个，对，真的是3辆车里面刹得最快的一个。但是我觉得整个平顺性其实真的一般般，因为我觉得它首先一个 ABS 一直在弹我脚，是的，然后整个刹车这种点头现象，其实我觉得还挺严重的，东西都飞了。对，而且我觉得它整个悬挂非常软，所以你整个向前倾的这么一种感觉还是很强的。是的，刹车我觉得是不如银鹤 L7。这次我已经是一个做足准备的状态了，但是还是有一点不太适应。我甚至有点想吐。它刹得很快，但是不是很舒适。对。其实我觉得虽然说它刹车力度大，但我觉得你要说信心，还是银鹤 L7信心足一点。因为它这个制动力，你觉得它不够线性，你不知道它能在哪个点刹住，你不知道它会跳几下。对，是的，就这么一种感觉。其实，我觉得一般般。3、2、1，受不了，我下车受不了。我就感觉整个车好重啊，就刹不住的脚感。哎呦，不行了。啊，以后开车别叫我，再也不来了。就搞定了。哎，各位，明天咱们把早饭都吃得饱一点啊，免得没有力气推车。什么？推车？